各位道友，大家晚上好。我们现在开始讲今天晚上的课。首先呢，请大家发菩提心。我们这个学大乘佛教那么任何时候都要发菩提心。那么我们大家呢就是首先第一个，我们为什么这个学佛为什么修心为什么听课？那么它有一个目标一个终极的目标。那么这个终极的目标呢那就是让天下所有的众生离苦得乐这个当然是一个很宏大的目标，也是一个长远的目标这是暂时短期之内我们可能是没办法实现但是呢都没关系就是往这个方面努力这样子就可以了。那么这就是最终极的目标。那么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自己要成佛然后为了成佛我们来修这些佛陀的这个教法那么这样子的发心呢就叫做菩提心这个我们要发这样子的菩提心。然后接下来听我们的今天的课那我们今天的课呢就是无家行里面的最后一个课，也就是上师瑜伽那么上师瑜伽呢我们分了这个3个阶段3个部分。那么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观想这个已经讲完了然后第二个呢观想完了以后呢就是供七支供然后这个供七支供这个当中呢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五加心5个加心里面的其中一个就是刻10万个大头那这些内容呢就是第二个部分的，这个已经讲完了。那今天呢第3个部分第3个部分呢就是我们专心的祈祷专心的祈祷这个是第3个部分。然后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这个上师瑜伽呢就实际上就是跟大圆满大手印的这个真心的部分实际上它就是真心的部分但是呢虽然但是它就叫做这个前心但是它的实际的这个内容呢是真心的内容以后我们修大圆满大手印任何一个时候呢这个就是要就是这个我们的任何一个修行呢都是离不开这个上师瑜伽这样子非常的重要。然后我们真悟对我们的真悟来说极其的重要因为我们最后的真悟就是大圆满的真悟，第一第二大手印的这个真悟这个藏传佛教的密法，还有就是第3个这个汉传佛教的禅宗这3个呢相当的这个相似他们的真悟的方法呀还有就是他们的这个所真悟的真正的这个内容还有境界各方面都是相当的一致这样子的。然后我们之前也讲过了，寒山大师等这些禅师们，他们也提倡，如果我们修禅定修禅宗的这个明心见性，然后呢这个参话头就是不起作用的时候就是没有效果的时候呢，然后就是需要这个拜佛呀还有就是念经忏悔这些都是特别特别有用的这个都是有记载的那这个藏传佛教里面呢他把这些4个加心还有5个加心这每一个修法都是一个一个的把它就变成了一个特别规范的这样子的这个修法
每一个修法啊，它都有一个它自己的标准啊，有些标准呢，它是质量上的啊，然后呢，数量上呢，也有一些这个要求啊。那么不管怎么样，这个四加行和五加行修完了以后呢，然后呢，基本上啊，我们的这个前期的这些工作呢，做得差不多了，然后在后面的话那就是要修这个。征心的部分征心的部分呢，那当然就是修这个密法里面的这些最高的这个境界也就是这个明心见性就是修这个法。那么这所有的这些修这个前期的这个修行当中最关键的一个呢，那就是上师瑜伽了最关键为什么是关键呢？比如说入门的话首先进入佛门什么最关键呢？皈依最关键然后呢入解脱道解脱道，那什么是最重要当然就是出离心最重要。然后入大乘的这个入大乘的门什么是最关键那菩提心是最关键。然后证悟解脱就是解脱，要解脱什么是最关键当然证悟最关键那证悟什么最关键呢？上师瑜伽最关键。所以呢我们由此可见上师瑜伽的这个重要性我们如果是对这个上师瑜伽修得不好的话呢到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这个理论呢该学的呢也就基本上就学了然后呢这些课呢比如说密法的课呀，还有就是这个禅宗的课呢也都听了但是呢一直都没有什么好的这个感觉修了很长时间呢也没有什么感觉也没有这个证悟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问题是在哪里呢那就是我们比如说这个忏悔呀礼佛呀尤其是这个上师瑜伽对上师三宝的这个祈请祈祷这些是相当的重要的。因为没有这些的话呢，我们几乎就是没办法这个证悟特别的重要。好，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这个七支供的修法那七支供的修法修完了以后呢，紧接着然后我们就开始祈祷专心的非常虔诚的祈请祈祷诸佛菩萨这个上师莲花圣大士。然后呢我们从发自内心的非常的虔诚的心或者是非常强烈的强大的这个信心就是祈祷就是从今以后呢就是在生生世世当中我们这个很虔诚的坚定不移的一直这个上师三宝，然后呢这个祈请上师三宝，然后呢修这个上师三宝的法修上师三宝的法就叫做上师瑜伽然后这样子的这个祈请，然后就是发起这个强大的信心还有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种爱戴敬爱这样子的心。然后呢有了这样子的心以后呢就是这个强大的信心就是比如说这个能够含苞疏离热泪盈眶就是以这样达到这样子的这个标准这样子的这个程度然后我们就是祈请在这样子的这个信心当中就是祈请那祈请什么呢？祈请这个上师莲花上大师然后就是在这一生当中让我们能够证悟这样子然后我们祈请的时候呢就先就是念这个莲花上大师的这个心咒嗡嘛吽班智仁格热班玛斯的吽。然后这个心咒呢
我们边这个祈请莲花生大师，然后呢边念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心咒欧玛红班的这个巴玛斯的哄。然后这个心咒呢我们要念念多少呢念1000万他自己的这个标准是念1000万以前过去的这些专门的这个修行人呢他们大概就是半年左右的时间闭关修这个上师瑜伽念1000万遍但是我们现在呢这个是不太显示所以我们尽量的就是在桌上能念的就在桌上念然后呢其他的剩下的呢我们平时就是不是大坐的时候也可以念最好就是把这个1000万念完那过去的这些上师们的他们的这个方法是什么呢？首先这个修上师瑜伽，然后就要念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心咒本身就是要念那个1000万，但是就差不多念到一半的时候就是500万左右的时候呢，然后剩下的就可以慢慢的完成然后就去听这个大圆满的这些真心的法大圆满的真心的法。那这个就是过去的上师们的这个他们的这个方法都是这样子那我们呢就看情况看情况我们尽量的完成但是这个1000万遍这个莲花生大师的心咒呢实际上就不属于这个5个加行5个加行呢我们前面呢都已经讲完了，然后这个5个加行完成了以后呢这个莲师的心咒我们就尽量的完成然后呢修这个上师瑜伽，然后呢在上师瑜伽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桌上能完成多少就完成多少，然后剩下的呢就刚才讲的剩下的呢我们平时方便的时候走路的时候反正方便的时候都可以坐车的时候走路的时候这个时候都可以念就是最好就是这个完成这个数字那这个也就是特别的重要。然后念到一半的时候呢然后这个再去听大圆满的法修心这样子的话呢就很有把握这一生当中能够证悟获得这个上师三宝的这个加持这样子然后我们念这个上师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心咒的时候呢每年100遍或者是500、300、500，最多也就是1000遍的时候1000遍的时候呢，然后念完1000遍这个心咒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再念一下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祈请文祈请文。这个普贤上师的言教这本书里面呢就有讲每年100遍以后然后就念一遍每100遍心咒之后，然后就念一遍这个祈请文但是如果是每100遍就要念这个祈请文的话，觉得时间上如果是觉得有一点点这个来不及的话呢那我们就是可以这个每300遍500遍就是最多就是1000遍1000遍心咒念完了以后呢念一遍这个莲师的这个祈请文这样子。这个莲师的祈请文呢，这个之前比如说像慧灯之光里面呢也有一个版本然后呢这个苏达基堪布的这个大圆满的这个前行里面呢也有这个一个版本然后呢我这一次呢就是又重新
就翻译了一下，因为原来的这些版本的这个句子啊，字比较多，那我们念这个是因为每100遍的时候要念一遍，或者是每几百遍都要念一遍的话，如果字多的话呢，还是有些人呢有觉得可能是有点点就是有点花时间呢还有就是这个念的时候就是有点点绕口这样子的话呢，也就念起来有点不太方便那么这一次呢再翻译了一遍，然后呢我简单的把这个内容讲一遍。然后我们念了这个欧玛红巴兹尔格尔巴马斯的红这个念完100遍或者是最多就是念完1000遍之后呢，然后我们非常虔诚的心来祈请莲花生大师至尊莲师报就是莲花生大师，然后呢名为一切佛慈悲加持记，意思是说莲花生大师您就是过去现在未来的所有的佛和所有的菩萨，所有的佛菩萨的这个慈悲和所有佛菩萨的这个加持的这个总集这意思一个莲花生大师呢是诸佛菩萨，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上师瑜伽的时候，这个观相的莲花生大师那实际上也不仅仅是莲师，我们观相的是他虽然这个外表这个形象是莲花生大师但是实际上我们观相的是诸佛菩萨所有的现宗的密宗的所有的这个佛菩萨，还有就是这个上师根本上师传承上师全部观相为一体了就是一个这样子的。那所以他肯定是这个诸佛菩萨的这个慈悲和加持的这个踪迹那肯定是这样子它是一个所有佛和菩萨的慈悲和加持的综合体就这意思。然后呢诸众为依护，就是说所有众生的唯一的这个护助所有众生的唯一的这个依靠唯一的依靠然后呢我们就在这个莲花生大师和诸佛菩萨的这个桌前自己的身体身住受用意，就是身体还有就是我们的所有的受用就是各种各样的财产然后意就是我们的心也简单的说就是把身口意都供养给诸佛菩萨这个是入行论里面呢也有讲过，我们把自己的身体把自己的这个心呢全部供养给诸佛菩萨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可以更好的修行更好的这个利益众生这些大家应该记得这个入菩萨行论里面呢都是专门有讲。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也有说把我们的身体这个受用就是财产自己的这个这心简单的说就是身口意全部不惜皆供养就是我们就是不惜就是一点点的这个舍不得吝啬这样子的心都没有一点点这样子的心，全部供养给诸佛菩萨。然后供养了以后呢乃至菩提见我们从现在就是到菩提这个成佛之间在这个生生世世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苦乐贵贱等不管我们是幸福的时候或者是痛苦的时候，高贵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很这个普通的这个人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甚至是我们比如说堕地狱恶鬼这个恶趣这样子的时候也好反正这个就是从现在起
成佛之见啊，乃至成佛之见的生生世世，不管是幸福啊、痛苦呀怎么样也好啊，一切都是至尊莲师智啊，就是说莲花生大师以及诸佛菩萨啊，就是就是你们要知道我怎么做啊，就是意思就是说我把全部交给了这个诸佛菩萨啊，然后呢，我未来的这个任何一个时候那么你们的这个智慧和慈悲来这个保护我们就是看着我意思就是这意思至尊莲师智那这个我们就是每念这个100或者是1000遍这样子的时候呢念一遍这个祈请文，然后这个念完了以后呢又开始念这个莲师的这个心咒念莲师的心咒。然后我们念这个莲师的这个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祈请文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就很短的这个我们是想念这个汉语的也可以，或者是我们把这个意思知道了以后呢，如果想念这个藏文的音也可以都可以，自己喜欢念什么就念什么然后这样子念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又把这个又念这个莲师的这个心咒然后这样子莲师心咒念完了差不多这个500万这样子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就开始这个刚才讲的这个祈请文我们换另外一个这个祈请文另外一个祈请文，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是这个求加持的时候了，求洗涤的时候求洗涤的时候，所以就后面的这个部分就是后半部分就是后半部分呢，我们这个念这个另外一个祈请文。那么另外一个这个祈请文呢，简单的给大家也就是这个内容要给说一下。别无智王处就是说在莲花生大师和这个诸佛菩萨的面前我们说我们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在这个轮回当中六道轮回当中，在这个生死轮回、生死苦海当中我们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指望处就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世俗的名利还有就是这个世俗的这个权利地位还有就包括我们世俗的这个亲人在这个六道轮回当中谁都这个帮不了谁都帮不了，所以唯一的这个可以依赖的就是这个三宝三宝。所以呢，这个地方说呢，我们没有别的这个指望处我们没有别的这个依赖的地方，唯一一个可以依赖的唯一一个可以依靠的依止的那就是上师三宝了。所以别无指望处如今着是众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无着的时候的众生也就是末法时代的这个众生，我们所有的众生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过去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业力杀盗淫妄等等过去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各种的这个业力沉溺苦于逆我们就沉溺于这个痛苦当中像这个淤泥一样的这个痛苦当中，然后我们就自己出不来就是陷入了这个淤泥当中，然后我们自己要通过我们自身的这个力量呢就是出不来意思就是说通过我们自身的这个力量呢，我们从这个轮回当中就是无法解脱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这个上师三宝的这个加持，我们需要上师三宝的这个帮助当然这个上师三宝的帮助呢，就是让我们证悟空性实际上呢，我们证悟了以后呢还是我们自己要去修但是呢，我们在这个修行上顺顺利利的能够修的这个圆满成功这些呢也
跟这个上师三宝的加持有相当大的这个关系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说，我们这个所有的众生都是非常非常的可怜的，在这个六道轮回当中我们所有众生都是因为，尤其是这个末法时代的这个众生就是自己的这个因为自己的业力就是受种种的这个折磨。那不仅是我们这个受过去的这个业力的这果报而且我们现在有在重新这个制造各种各样的这个业力所以呢，这样子这种恶性循环我们通过自己的力量永远都是从这个轮回当中走不出来的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这个祈请上师三宝来帮助我们请九次库大莲师就是祈请莲花生大师来祈请莲花生大师，祈请诸佛菩萨来救我们从这个轮回苦海当中来救度我们。然后请慈四定加持尊，就是说请莲花生大师给我们灌这个四个灌顶四季灌顶。那这灌顶就是我们之前也讲过，灌顶就有3种这个灌顶寂道果寂道果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寂道果寂灌顶、道灌顶和果灌顶。然后这个道灌顶道灌顶然后就再分道灌顶也有一个道的这个寂灌顶、道的道灌顶、道的果灌顶，这样子3种灌顶。那么这个其中呢，第一个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一生当中从来没有灌顶的时候，就是灌第一个顶的时候呢，这个顶就叫做道的这个寂灌顶寂灌顶就是我们修道时候的最基础的第一次灌顶，叫做这个寂灌顶。然后道灌顶是什么呢？我们第一次灌顶了以后上师给我们灌了顶以后呢，以后的比如说无论是上师给我们灌顶也好或者是我们自己呢修上师瑜伽，然后呢通过这个我们下面要讲的这种方式我们自己接受灌顶也好，那么这些灌顶呢都叫做道灌顶这都叫做道灌顶。如果我们这个修得认真修得好的话呢，实际上我们自己在这个观想这个上师莲花生大师，然后这个受灌顶，那么实际上这个跟真实的灌顶是一样的还是会这个得到这个身口意的加持，还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呢，就这个叫做这个道的灌顶。那这个道灌顶这个果灌顶呢，倒是我们成佛的时候的这个灌顶这个就先不用说了。然后这3种这个灌顶当中，我们现在就是修上师瑜伽受灌顶后面有这个观想的方法这个灌顶呢就叫做道灌顶这个就是四季灌顶，道的四季灌顶那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呢祈请莲花生大师祈请诸佛菩萨祈请这个根本上师以及这个传承的上师给我们灌这个4个灌顶加持尊。加持尊是什么意思呢有加持的，具有加持的具有加持的至尊莲花生大师。然后请增觉悟慈悲智就是说也是请求莲花生大师请求诸佛菩萨就是提升提高增长我们的觉悟从我们不开悟到开悟从开悟到最后的这个一步一步的这个修行上的这个进步这些都是这个祈请莲花生大师帮我们给我们提高自己的觉悟加持我们提高自己的能够提高自己的觉悟，增长这个觉悟。慈悲智就是说
具备慈悲的至尊啊，莲花上大士啊，这意思后面的3个字。然后清净啊，2丈具离尊，就是说就是我们也就是祈请莲花上大士，祈请诸佛菩萨能够清净我们的烦恼障和所知障啊，这个叫做2丈啊。具离尊啊，具离尊就是说佛菩萨都是有这个有这个有能力，有度众生的这个能力啊，有慈悲这个有能力所以呢，具备能力的至尊莲花上大士请求祈请加持我们能够这个清净这些这个罪业清净这些业障这个意思。然后我们把后500万的这个莲师的心咒的时候呢，我们刚才前面讲的这个第一个这个祈祷文就不用念了就念这个第2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祈祷文。这2个的这个内容呢有一点点不一样后面的这个祈祷文的大部分的内容呢就是我们祈请莲花上大士加持我们这个给我们这个力量给我们这个成就，给我们洗涤这个意思那前面的这个500万呢这个时候呢还是要这个祈请莲师这个时候呢我们先这个观定这些呢还放在后面这个内容上呢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呢我们这样子这个祈请。然后呢祈请的时候我们每一座当中这个根据我们自己的时间念这个莲师的心咒，然后呢念完了以后就是念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就是祈请莲花上大士给我们观定我们就是观想，通过观想的方法这个观定。那观定的时候呢，我们观想莲花上大士的这个头顶也可以或者是眉间2个眉毛的这个中间就是观想这个嗡字白色的嗡字大家可以看这个图嗡红3个字上面的白色就是这个嗡然后我们到时候呢就观想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嗡字就观想在莲花上大士的这个2个眉毛之间眉间观想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嗡字，然后这个嗡字就是发出这个光发出白色的光就是我们观想一个像水晶一样的发光的这样子的白色的透明的这个嗡字，然后这个嗡字呢开始发光发白色的光发光，然后这个光就是发射光以后呢，这个光就进入我们的头顶头顶这个梵穴这个地方就从这个我们头顶的梵穴进入了我们的这个身体这样子观想。然后呢进入了这个身体的时候，我们观想这个就是因为是这个光就是代表莲花上大士还有就是诸佛菩萨的这个身体的身口意的身的加持，佛的身的加持，然后我们得到了这个身的加持以后呢，清净了我们从无始以来到现在所造的身造业杀导因这样子的这个身造业，所有的身造的业当下就能够这个清净。还有就是密宗里面讲的这个气脉明点的这个脉就是清净了这个脉的障碍脉的障碍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就是不需要这个像那个不需要了解的很深入这个以后呢，如果是听密法的话，这个时候也是可以的。反正我们先简单的这个可以想因为这个脉不清净了以后呢，然后就构成了我们的现在的不清净的这个身体一个这样子的因素，
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得到了佛的身体的加持的时候呢，然后呢清净了这个脉的这个障碍，然后同时呢，我们就是观想获得了诸佛菩萨莲花生大师的身金刚的加持也就是佛的身口语的这个身口语的这个身的这个加持，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就观想就我们获得了这个获得佛的化身的这个种子佛的化身佛的这个三身当中的佛的化身就获得了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种子虽然我们现在不是当下就这个成佛了，但是呢，我们通过这个观定就是在我们的心里播下了一个这样子未来就可以获得佛的化身的一个这样子的种子种子就是一种力量能量播在我们的这个心田里面这样子从4个方面这样子观想这是第一个。好，第二个呢，我们在观想莲师的这个心这个喉间我们观想这个红色的字这个嗡吽这3个字呢是特别重要的这个咒语是代表诸佛菩萨的身口意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观想这个红色的字到时候呢大家先把这3个嗡吽3个字我们先我们好好的看我们也可以看这个藏文的嗡吽也可以看这个梵文的嗡吽都是可以的。就像我们观想的时候呢，观想佛像的时候，我们不是要看这个佛的唐卡同样的我们看这个字然后呢这个字在我们自己的脑海里面呢比较清楚的时候然后就可以了。我们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字观想为观想在莲花生大师的喉间，然后这个字又开始发光发红色的光跟它一样的颜色的这个光发出红色的光，然后这个光从我们的就是从我们的喉间进入这个光就是从我们的喉间进入我们的这个身体然后呢因为这个就是因为这个莲师的这个瑜伽持因为瑜伽持获得了瑜伽持，然后我们就是清净了我们从无始以来到现在所造的所有的这个欲造业比如说妄欲这个绮欲等等这些所有的这些这个口造业全部清净，这是第一。然后呢第二呢就是清净了我们的这个气脉明点的气的障碍气脉明点的气的障碍气的障碍是什么呢？虽然我们现在不知道什么叫做气的障碍但是呢我们可以简单可以理解为就是因为这个气气脉明点构成了人的这个身体，然后呢气脉明点呢也有内外密各种各样的气脉明点。简单的说就是因为这个气的障碍不清净，没有清净的时候呢，那就是变成了我们的人的这个语言人的声音的众生的各种各样的声音。然后清净了以后呢比如说我们平时不是说烦恼即是菩提吗那么我们的语言也即是佛的语言实际上本身就是佛的语言，但是因为这个气的障碍没有清净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还这个看不出我们的语言即是佛的这个语言就是因为我们众生有这样子的这个障碍所以呢就是显得不清净的还有就甚至是比如说各种各样的妄欲绮欲出欲等等有这样子的
罪业口造业，那这是因为我们有这个气的障碍简单可以这样子理解就好了然后呢，我们就是这个时候呢，通过莲花生大师的语的加持把这个气的障碍也就清净了这是第二。然后呢，第三呢通过这个语的观定我们获得了诸佛菩萨还有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语金刚的加持语金刚加持这第三。然后第四呢同时呢我们也就获得了就是将来我们成佛的时候获得这个佛的报身佛的报身的这个种子就是获得了这样子的这个种子这个是第二个从4个方面前面2个就是清净清净方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口造的业还有就是这个气的这个障碍2个清净。然后后面呢2个获得第一个就是获得了与金刚的这个加持，第二个获得呢就是我们获得了这个成就佛的报身佛的这个种子或者是能量这样子，这就是第二个观想了总的来说，这个就是我们接受莲花生大师的语观定前面是圣观定，这个就是语观定。然后第三呢，我们就是接着在观想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心间就是心口心口这地方呢，观想一个蓝色的天蓝色的红字那这个红字呢也是这个在密法里面呢很多时候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本尊的种子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未来我们比如说修密法的时候呢，如果这个本尊观想的不是很清楚的时候呢，然后观想这个种子这个字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代替的，是一个简单的观想的方法。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字就是要观想的清清楚楚这个字呢嗡啊吽3个字呢很简单不复杂上面呢没有太多的这个图案然后呢也没有太多的这个颜色这基本上就是一个字就是一个颜色。所以这个呢我们把这个嗡啊吽3个字就是同我们观想这个佛像的时候一样把这个字放在前面，然后2只眼睛看其实这个通过我们看这个字也完全可以修禅定实际上这个禅定的寂止的修法里面呢有一种这个寂止的修法，就是通过这个看这个字来修这个寂止的修法的。这个我们之前听过了，已经听过密法的课的我们的这个师兄大家都是知道的，就是有这样子这个看字来修这个寂止禅定，看字还有就是看这个佛像，实际上都是一样的都有同样的这个效果。所以呢我们把这些字要观想的清楚观想越清楚越好。所以我们第3个呢就在莲花生大师的心间观想一个这样子的天蓝色的红字。然后这个天蓝色的红字呢这个前面是一样的方法都是跟前面一样。然后这个有发光发出蓝色的光蓝色的光，这个光就是一束光发射出来了，然后这个光从我们自己的心间从我们的心口融入了我们的这个身体，然后呢融入了我们的身体以后呢就是通过这个然后我们就是清净了我们自己的从无始以来到现在所造的所有的这些臆造罪我们的心
所造的这些各种各样的罪清净所有的这个臆造罪，这是第一。然后呢，第二就是我们的同时呢，也就清净了欺买民典的民典的这个障碍那民典是什么障碍？什么是民典？什么是民典的障碍因为这些呢，我们还具体的没有学习，大多数人也不知道那不知道没关系也不需要了解在这个时候不需要了解这么多，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这个民典就是不清净的时候呢，那就是我们的就是产生我们的这个意识阿赖耶识就是主要是意识然后呢清净了以后呢就是把我们的意识转化为佛的智慧，转化为佛的智慧。那现在为什么不能转化呢？就是因为有这些障碍有这些障碍，有这个欺买民典，尤其是这个民典的障碍，所以我们的身体就是还不能成为像金刚萨埵这样子的宝身佛的这个身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民典有民典的这个障碍这样子简单这样子理解就可以了具体的我们以后可以慢慢的学习这是第三。第四就是因为我们就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光就是获得了这个易金刚的这个加持易金刚的加持。这个光呢就是虽然看起来就是一束光这个就是白红蓝的光，但是实际上呢它就是佛的身口意的智慧身口意的智慧。我们现在就是获得了这样子的这个智慧的获得了佛的智慧，然后就是清净我们之前的前面这样的这个罪业障和罪过同时呢就获得了这个易金刚的加持第二、第三、第四然后我们同时就是获得了就是未来成佛的时候获得佛的法身佛的三身当中的法身的这个种子就播下了播在我们的心里，就这个能量已经储存在我们的这个心里这样子。那么我们身口意三个这个观顶，每一个观顶就是有4种不同的这个观相就是2个清净障碍，2个获得，那这样子以后呢一共就是这个身口意3个观顶，一共就是12个不同的这个功能不同的功能，或者是不同的这个我们自己观想的这个这样子细节12个这个细节这个就是这个接受观顶。然后呢这个完了以后呢我们再观想再观想刚刚我们这个在莲花生大师的心间观想了这个蓝色的这个红字，然后呢我们进一步再观想这个红色这个蓝色的红字然后就产生了第2个红字，又出现了这个红字上面就诞生了另外一个红字就分离出来了另外一个红字，也就是跟这个红字长得一模一样的另外一个红字，也是蓝色的这样子的红字。然后这个红字呢飞快的速度就像流星的速度一样，这个一个飞快的速度然后也是融入我们的心从莲花生大师的心间融入到我们自己的心，然后这个融入到我们的心的时候呢，我们观想这个红字跟我们的心就是成为无二无别这个红字呢就是融入到我们的这个心然后呢就变成了无二无别。然后变成了无二无别的时候呢，我们再观想这个就是因为这个红字然后我们亲近了我们的这个阿赖耶识上面的一些细微的这个
障碍啊和这个罪业，实际上这些所有的这个善恶都在这个阿赖耶识上面啊。但是呢，我们现在就说的是不是这些善恶的这个障碍，因为阿赖耶识它本身就是佛的智慧。但是呢，因为我们为什么看不到它是佛的智慧呢？也就是因为有一个非常细微的这个障碍非常细微的障碍就是把这个阿赖耶识的佛性的这一部分这一面就是遮盖了以后呢，我们看不见那现在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弘旨的这个力量和加持清净了这个阿赖耶识的这个障碍那阿赖耶识上面的障碍清净了以后呢那它就是本来就是是佛的这个智慧，本来就是佛性然后呢，但是我们它虽然是虽然是佛性，但是我们平时我们感觉不到它是佛性，那这是因为有阿赖耶识的障碍所以我们感觉不到。那现在呢，通过这个弘旨这个清净了这个阿赖耶识的这个非常细微的这个障碍，这个障碍呢就叫做所知障烦恼障和所知障所知障就是一个很细微的这个障碍。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就同时就得到了佛的这个智慧的智慧金刚的这个加持那我们刚刚也就讲过了佛的身口意那佛的意就不就是智慧吗那为什么还有一个第四个这个智慧金刚呢？什么叫智慧金刚？智慧金刚是佛的身口意的总合体总合体叫做智慧金刚我们就获得了佛的这个智慧金刚获得了智慧金刚的这个加持同时我们也就获得了就是最终我们这个正悟的时候就成佛的时候呢就我们平时讲这个三身这个法身、报身、化身还有一个叫做本心身或者是本体身。那本体身实际上就是跟法身是无二无别如果说我们可以分开如果分开的话呢，那就叫做四身不分开呢，那就是三身这个显宗里面呢，平时就讲佛的三身四智慧三个身四个智慧，显宗一般都是这样子。然后呢，密法呢五智慧和四身四身五智慧四身五智慧。然后五智慧的时候呢，多了一个法界智慧法界智慧。然后这个身四身就是除了这个法身、报身、化身以外呢，还有一个叫做本体身那实际上这个本体身呢，除了这个显宗讲的法身以外呢，也没有一个第四个实际上如果我们讲三身的话，这个本体身就在法身，就在包含在这个法身当中然后呢，这个法界智慧呢，实际上也就是这个包含在这个四智慧当中所以呢，这个都是实际上四身三身也是实际上就一个意思无智慧和四智慧呢也是一个意思那所以这个地方呢，也就没有什么这个除了这个法身以外的这个身但是呢，因为法身是它的光明的主要是它的光明的一部分，然后呢，这个本体身呢是它的法界或者它的空性的部分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它把这两个分开了分和部分都是一样的。然后就是我们这个这个通过这个第二个弘旨呢，我们就是观想我们就是获得了未来成佛的时候的这个获得本体身的这个种子，播下了这个种子也就是
就给我们储存了一个这样子的这个能量这样子的观相。那么这个后面的这个呢，有3个这个细节的这个观相这样观相。然后这个观相完了以后这观相完了以后呢，我们的心就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们的这个阿赖耶识呢就跟这个佛的这个莲花生大师的第二个这个红字，就实际上就是诸佛菩萨的这个智慧就融为一体了。那么融为一体了以后呢，我们现在就是像禅宗里面讲的，或者大圆满里面讲的一样我们把这个放下所有的杂念把自己的心清空过去的心就像《金刚经》讲的一样，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也不可得。然后当下的心呢，也就是融为法界融为法界，或者是当下的心呢，也就是回归于佛心当中回归于佛心当中。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第二个这个红字实际上就是代表象征佛的这个真正的这个智慧，就是佛心。然后我们的这个红字跟我们的心融为一体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我们的现在的不清净的这个心，就是回归于这个本心当中回归于本心当中，实际上也就是禅宗讲的明心见性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就是安住然后呢就是安住多长时间都可以，这个时间长短呢自己可以把握那这个当中这个时候呢有2种可能，一个呢是证悟已经证悟的人如果已经证悟，那我们可以安住这个证悟的境界当中那另外一种人呢，就是还没有证悟那还没有证悟的话呢，那我们现在是没有办法安住于这个证悟的境界当中那怎么办呢那我们这个时候就是把自己的这些所有的杂念都放下不去思考过去未来然后呢当下的心静下来看自己的心这个方法呢，简单的方法呢我们讲了一个那个大摩的这个大摩的这个4轮的一个修行的方法之前讲过就在这个里面讲的一样，就在哪个里面讲的一样就是我们观心安住或者是我们就是可以模仿一下效仿一下这个顿悟的方法。我们心里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也不去思考也不观察也不去这个问自己心自己的心是什么样子不观察就是静下来什么都不想，安住虽然这个安住呢还不是安住于法界当中还不是安住于光明当中但是呢暂时我们的心里什么都不想这样子安住一下也是可以的通过这个方法逐步的我们通过这个上师瑜伽的修法慢慢的就有可能在这个状态当中也有可能就看见了自己的真正的心的本心就是我们真正的心的本心这个有可能这是非常有可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当中我们安住多长时间这个自己决定就可以了，根据我们的大作的整体的时间来安排最后就是这样子然后呢这个以上就我们基本上就讲完了这个第3个部分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上师瑜伽的第3个部分的这个内容也就是主要是讲这个七情观定接受观定受观定这个受观定的方法呢这以上就讲完了。然后呢我们就开始这个七座最后的这个上师瑜伽的这个修法呢就结束七座。
那起坐的时候呢，就捻这个后面的剩下的这个衣柜剩下的衣柜。然后这个衣柜念完了以后呢，衣柜念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就是这个时候的衣柜我们平时呢就是这个上师瑜伽之前我们念的衣柜呢，基本上我们都是比较就是推荐这个开显解脱道因为这个很简单。但是呢，在上师瑜伽这个当中呢，如果我们念开显解脱道的话呢，那我们刚才的这个两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两个祈请文那这个是在那个开显解脱道里面是没有的我们要把这两个加上这样子。然后呢，这个后面的这个部分呢开显解脱道里面呢也是没有的那这部分呢我们也要加进去那平时就是念这个开显解脱道是比较方便这个内容是非常的全但是字不多这样子的话，我们在这个念这个衣柜上面就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所以呢，我们比较推荐这个开显解脱道。然后这个衣柜念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再观想进一步的这个观想。那观想什么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再一次的向这个莲花生大师，向诸佛菩萨升起发起这个强大的信心和这个敬爱爱戴这样子的心然后这样子以后呢这个观想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就是因为这个我们自己的信心然后就是启动了莲花生大师诸佛菩萨的加持然后呢再进一步的观想这个时候呢，莲师面带笑容我们不是修金刚萨埵的时候，最后我们的罪业清净的时候呢，也就是观想就是面带笑容的这个金刚萨埵在这个时候也是一样。这样子，莲花生大师以慈悲的眼光看着我们，然后同时呢莲师的这个心口莲师的心口呢又就是发射出一个光，那这个光呢就是一个红色的光这个光是跟前面的这个前面我们观想的是心间的这个字是蓝色的这个红字那这个时候就不是了，这个时候跟这个红字没有关系那就是心间就是发射出了一个红色的光红色的光那个红色的光是是因为是莲花生大师的刚刚从莲师心间发射的这个光是有温度的热的这样子的光，热光意思就是说这是刚刚从莲师的这个心中发射出来的一个这样子具有价值的这个温度热这个意思就是说具有价值，就象征一个这样子的内容然后一个这样子的光就是发射出一个这样子的光，然后这个光就是接住我们自己的心间我们不是刚才前面我们刚刚修这个上师瑜伽的时候我们自己的身体是观想为金刚瑜伽母这个大家记住了这个观想为金刚瑜伽母。那么观想为金刚瑜伽母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光接住到把自己观想为金刚瑜伽母的它的这个心间你接触到这个心间，然后瞬间把自己就是变成了这个红光这个莲师的光一接住我们的心间的时候呢，瞬间我们把自己就是化光变成了一个很小很小的一粒光就像一粒豌豆那么小的这个光那这个是我们自己了也是金刚瑜伽母，我们把自己的形象就观想了金刚瑜伽母那现在我们把自己就观想这个，因为
通过这个莲师的光啊，然后我们自己就是瞬间就变成了一粒豌豆那么大的这个光然后呢变成了光以后呢，这个光就变成了一个很小的光以后呢，然后瞬间这个光就是又进入了这个莲师的这个心间莲师的心间就是比如说我们烧这个柴火的时候，就木料的时候就是这火花就是这个燃烧的过程当中产生火花一样啪的一声，就然后呢进入了这个就莲师的这个心间，然后呢莲师的心间跟莲师的这个智慧或者是莲师的心就融为一体了意思就是说把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的心现在呢就是跟莲花生大师跟诸佛菩萨的心融为一体融为一体观想这个莲师的这个心间把我们自己观想为这个融入为莲师的心间就是融为一体。然后呢在这个当中我们有前面是一样，这个时候呢我们安住如果能安住于这个光明实际上我们讲的这些所有的这个莲师的心是什么意思呢？莲师的心就是诸佛菩萨的心，诸佛菩萨的心是什么呢？就是佛心。佛心是什么呢？又回来了，也就是我们自己的心的本心了所以说转了一圈以后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不是我们融入到什么这个莲师的心间呢，不是一个我们融入到什么外在的莲师的心间呢，外在的诸佛菩萨心间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融入了我们自己的这个心的本心当中本心当中。这是我们为了方便就密法里面的很多的这些方法都是这样子，就是一些形象化的东西象征性的这样子的方式来这个象征有个这样子的象征的东西来有一个这样子的心想的东西来象征实际上呢我们融入的不是莲师也不是外在的什么，实际上我们就融入的是我们自己的心的本心当中那我们刚才的这个观想的这个把自己观想为金刚瑜伽木然后呢金刚瑜伽木呢又变成了一个红色的小点点那这个象征什么呢？实际上就是象征我们自己的68世68世。然后呢融入到莲师的这个心间是什么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6世或者8世融入到这个我们自己的佛心当中自己的佛心当中，就在我们的佛心当中就融化了然后就回归了回归。像大圆满的具体的修法，或者是正心的修法和大受印，还有就是这个禅宗的修法这些里面呢它没有那么多的这个象征的，或者是没有那么多的心想的没有那么多的这个观想这些没有直接就是把我们就看到了自己的心的本心的时候呢，然后80就回归到佛性当中然后就是这个明心见性了明心见性了那密法里面呢，它就是通过一些这样子的方法通过这样子的方法，通过观想通过光就是通过这种发光这样子的方法，然后呢最后就是让我们又回到这个心的本性当中实际上呢这个途径不一样途径不一样，但是它最后的境界所到达的这个境界目的地都是一样的这个我们一下子看出来了。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重复一遍，就是我们把莲师的加持实际上这里面有多了一个意思呢。比如说像禅宗这些里面没有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就是接触到了莲花生大师的心间的这个红色的温暖的这个有温度的这种光是莲师的加持。
这个加持啊接触到我们的这个心间，意思就是说我们获得了莲师的这个加持啊，然后呢我们自己就变成了光啊，变成了光。那这个光呢又融入到莲师的这个心间，然后呢最后莲师呢也就消失于这个法界当中啊。那什么是法界呢？什么是莲师的心呢？刚才讲了啊，实际上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啊，回头我们就发现啊，这个莲师的心啊，诸佛菩萨的心实际上不在外面，就是自己的佛心了啊，自己的佛心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观想莲花生大师的加持呀，然后就把自己花光啊，然后有融入到莲师的心间呢，最后有这个我们的这个心跟莲师的心有融为一体啊，等等等等啊，就是绕了一大圈啊。那么最后呢，就融入到什么地方呢？就没有融入到什么外在的也没有外在的佛菩萨，最终融入的地方呢，是我们自己的心的本心啊，还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心中的佛性啊，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道理呢大家一定要明白。但是这个里面呢，比如说像禅宗呢，这些里面没有的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前面的一系列的这些修法就是祈请莲花生大师祈请诸佛菩萨，祈请这个根本上师和这个传承的上师，然后呢获得了他们的这个价值通过他们的价值，通过这个力量最后我们花光了，最后我们就融入了莲师的心间了，最后我们回归了自己的心的本心了心的本心，最后回归到心的本心，这个就是禅宗讲的这个明心见性，这上面是没有不一样。但是呢，前面的有很多的修法我们之前的这些这个观想第一个部分这个福田观想福田第二个部分我们这个七支功那这个很多方法很多的这个方法上面呢是有不一样的这个我们一下子就看出来，这些也有很多的不一样的这个地方但是最终要达到的这个目标呢那就是一个目的地没有太多的不一样的目的地。所以这些都是显也好，密也好然后呢，密当中呢也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这个修法也好，凡是是一个大乘佛教的一个修法的话呢，它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证悟自己的心的本心也就是要回归到自己的这个心的本心当中，回归到自己的这个心的本心佛心当中这就是他们所有的修法的目标他们所有修法的这个结果这个过程呢有很多很多很多不一样的这个过程不一样的过程，但是这些所有的这个不一样的过程，它最终就有一个结果。那结果呢大家的结果都是一样但是这个不一样的这个过程呢，那肯定也有一个这个结果上面呢也有一点点不一样结果的不一样呢，不是质的不一样本质的不一样，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一样，但是时间不一样就是因为它有很多很多的方法，所以呢它快速的就到达了这个目标。然后另外一些呢没有那么多的方法的话呢，时间上稍微慢一点但是这个也得要看人比如说立根的众生，像慧能大师这样子呢他本来也就不需要那么多的方法直接就证悟了，特别的快那立根的众生无论是他学显宗也好，学密宗也好，对他们来讲这些道都不会有什么速度上的快和慢这样子的区别对他们来讲都是瞬间的事情一刹那一瞬间就证悟了，没有什么快慢这样子的差别那么差别呢就是我们普通的人的身上才就是明显的看出这个方法不一样的速度的这个差别。然后我们普通人的话呢，就是需要很多很多的这个方法呀，一步一步的
这个往上走啊。那这样子的话，因为这个方法不一样的话呢，那它的时间啊、速度啊，那这些都有明显的这个不一样啊。大家要这样子理解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上师瑜伽啊，所有的这个上师瑜伽的这个修法，就基本上就讲完了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刚才再重复一遍啊。这个时候我们把融入到上师融入到莲师的心见的时候呢，然后就静下来安住啊，安住于什么当中呢？就刚才已经讲过了，不再重复了啊。如果证悟了啊，那就是安住于证悟的境界当中啊。还没有证悟的话呢，那我们也可以修一修这种观察修啊。之前讲过的这个大魔祖师的这个修法的这个修法啊，这种啊，或者是我们什么也不想啊，也算是一种这个修行，至少也是一种极致啊。虽然是没有证悟，但是呢，至少也算得上是一个这个极致的这个一部分啊。这个都是我们的左赏的这个修法了。左赏的修法就是这些啊。这个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上师瑜伽呢，就是给大家介绍的比较这个全面啊。然后呢，我们也要进一步的要看这个大圆满的前心这个上师瑜伽的这个前心的这个修法的上师瑜伽这一部分我们也要去阅读这个相当的重要。然后呢，相关的这个其他的，我们之前也讲过了，比如说这个普贤上师燕教他的这个笔记也就是前行备忘录这个我们要认真的这个阅读然后这些都完了以后呢，那我们就修这个上师瑜伽的修法那这个上师瑜伽的修法呢，我们之前也讲过了这个上师瑜伽的修法呢，确实是我们的终生的这个修法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修加行修完了以后就不修了，不是实际上呢，这个加行呢，从四加行到五加行，所有的加行呢，都是终生的这个修法只不过我们目前这个阶段当中呢，就是专门的修加行而已实际上呢终生都要修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修一段时间以后呢然后就不要这些就不需要这些修法了不是这样子，这个我们终生都要修那尤其是这个上师瑜伽尤其是终生都要修终生的修法所以我们认真的学完了以后呢，一步一步的修然后呢，把这个莲师的这个1000万遍的这个心咒呢也就我们逐步的就完成虽然是短期之内的完不成但是呢，我们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完成，这样子呢如果能完成的话那我们这个我们的修行的进步证悟的这个进步这些方面呢，就完全是不一样的就这个很有意义的。然后呢，下面呢再讲一些这个坐下我们起坐了以后的一些坐间的这个一些修法。坐间的这个修法呢，我们这个之前的这个上师瑜伽的修法我们走路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上师瑜伽的这个上师观想的这个所观想的这个我们这个叫做福天像皈依的这个观想金刚萨埵观想上师瑜伽观想都叫做福天这是我们就是这个种福报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对境然后呢，所以叫做福天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上师瑜伽里面呢，我们所观想的这个莲花生大师佛菩萨，那我们走路的时候呢，尽量的观想在我们的右肩右肩的上空当我们也不可能随时随地都这么去观想也不可能，但是呢，能想起来的时候呢尽量的观想为我们的右手的这个右手上空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作为这个转绕佛经里面经常有讲这个绕佛绕他这个都是绕佛经转绕都是有功德的这个是仙宗密宗里面都有记载。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的右肩的上空虽然没有一个实体的这样子的
佛塔也好，佛像也好，但是我们观想出来的是一模一样的啊。反而我们观想的这个呢就是更加的丰富啊。这个里面呢，所有的这些佛菩萨呀，这些都有更全面一些啊。所以就观想在这个油间的上空尽量这个我们不可能经常都这样，但是尽量的。然后呢，我们左的时候呢，然后尽量的观想在自己的这个头顶比如说我们比如说上班的时候也好或者是我们比如说就是听课的时候也好或者是我们休息的时候也好，反正我们想起来的时候呢，都观想这个上师瑜伽的我们观想的莲师在我们的头顶这样子观想那这个随时随地的也是特别有意义的这个也就是时时刻刻也就提醒我们就是去祈祷或者是这个方方面面都有帮助的我们就是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的心很多时候呢跟这个上师瑜伽的这个佛菩萨连在一起这个才叫做真正的这个佛祖心中有佛祖心中住我们佛祖呢，真正的佛祖就是这个莲师还有这诸佛菩萨是以莲师的这个形式出现。那么这个呢，我们走路的时候油间上空走的时候呢，在头顶呢，那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就是心走作我任何一个时候呢，我们心中就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佛菩萨所以这叫做真正的佛祖心中住，就是这样子的。这是我们祈祷的所祈祷的。然后我们这个吃东西的时候呢然后我们观想为这个喉间观想为喉间，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饮食的所有的精华就供养给这个诸佛菩萨就喉间，我们不是观想在这个食道里面我们就观想在外面的喉间然后我们通过这些食物的这个精华来供养这个佛菩萨这样子观想。然后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福田观想在我们自己的这个心脏里面，观想为心脏里面心脏我们不需要观想太细节的东西不要观想为太实在的这样子的东西我们就观想为大概就是观想为心脏的中心这样子就可以。心脏到底有没有一个中心的空心就不需要那么复杂不需要想那么复杂，大概就观想为心里就可以了。观想在这个心间，那么这个呢，我们平时也就观想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发光的这样子的这个是莲花生大师观想为心间然后这个观想的这个光就是照亮了我们的身体的整个的里面然后呢这个光呢有这个通过我们的身体有发射出在外面也就像玻璃杯一样，就是这个光照出外面，然后整个屋子里面呢就是照亮了整个的屋子这样子观想的话呢，就是佛经里面有这样子的要求这个也不是也可以说是一种要求或者一种方法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可以就比如说闭关的时候修行的时候呢，第二天可以就是按时的可以起床然后呢起床了以后呢也头脑就是保持很清醒这样子这个都是有帮助的有帮助。因为这个我们观想这个光这宪宗里面也有的这个观想这个满屋子里面都是光亮的，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这个睡眠它是不会很深的到时候会
会按时会醒过来这样子但是这些呢，我们的一个修法这个到了后面的时候呢，这些修法都是很有用的，而且这个也有一个这是一个简单的修法还有专门的这方面的这个修法那么这个就是属于梦瑜伽的修法了梦瑜伽修法，我们现在还没有到这个修法的时候了，但是我们简单可以这样子观想。那我们观想，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躺在床上的时候呢，我们有些人也问就是我们很认真有些人就是说，那我们自己躺在床上，那这个莲师是坐着的，还是就跟我们一起躺着实际上我们观想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观想不观想我们躺在床上，我们观想的是观想就是观想而已所以我们观想坐着的然后呢莲师呢也就坐在我们的这个心里就观想，这是一个观想而已，也不需要那么的认真所以这样子的这个观想这个也是特别有意义那这样子以后呢，行走坐卧任何一个时候我们可以观想这个佛菩萨然后呢可以观想这个莲花生大师这样以后呢，我们任何时候时时刻刻这个上师莲花生大师就不离开我们的这个心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同时呢，很多时候也有观想，把自己的周围的这个所有的这些这个世界呢，也观想为莲花生大师的这个插图或者是跟我们也可以观想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和融为一体这样。然后呢，我们就是遇到一些障碍病痛还有一些不顺利这样子的时候呢那我们把这个也就是当作上师莲花生大师和诸佛菩萨赐给我们的一种小业的一种方法用这样子来看有帮助然后呢，当我们自己就是在修行各方面有一些进步顺利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当作是这个诸佛菩萨上师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加持这样子观想我们通过这个上师瑜伽的修法把痛苦还有就是幸福所有的转为道用转为道用，幸福的时候快乐的时候呢也不傲慢淡定，然后呢痛苦的时候呢也不要很绝望也保持一个比较这个平常的心这样子来对待这样子就是这样子的话呢修心是一定是有特别好的这个进步那么这样子我们平时大坐的时候呢也就把这个自己的心就是跟自己的心跟这个自己的心跟这个诸佛菩萨的这个心融为一体然后呢我们就修这个真心后面我们修这个比如说修空心修这个光明实际上修空心修光明都是一个意思这样修的时候呢也就安住在这以上的这个上师瑜伽修完了以后呢然后就是安住后面就是修这个这些真心的这个修法这样子。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上师瑜伽的修法的一个这个坐和坐间的一个完整的这个修法那么其他的这个内容呢，大家自己看这个大圆满的前行这本书这本书通俗易懂的普贤上师的这个言教就看这本书这个书里面呢就有些相关的这些知识大家看我们具体的这个修法呢讲的比较完整的讲的都是比较完整的。然后这个我们平时修这个
修这个整个这个家信的时候呢，前面也讲过了。前面呢简单的修一下这个上师瑜伽以上的四家信、五家信简单过一下然后就修上师瑜伽。上师瑜伽修完了以后呢，我们把后面的这个修法就是修完，把后面的这个仪轨念完。然后呢，后面的仪轨呢我们平时就是这个念这个前面我们讲的这个开显解脱道但是我们念开显解脱道的话，在上师瑜伽这个莲师的这个祈祷这些当中呢，我们把前面讲到的有几个仪轨呢，我们把它加进去那这样子剩下的呢就念这个开显解脱道那这样子就可以了。那这一上呢，我们把这个整个的这个四家信五家信全部讲完了那目前就是只剩下这个婆瓦的修法婆瓦的修法呢，我们把这个上师瑜伽修的差不多的时候呢可以讲这个剩下的这个一个是一个婆瓦的修法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古萨利的修法，就是短信的修法，简单的一个修法就除了这两个修法以外全部的这个修法就讲完了希望大家就是认认真真的去修我们这一生当中呢虽然每一个人呢都有很多很多自己的这个追求理想都可以有但是呢到头来说真的是真正最后的这个对我们自己有用的就是这些修法如果通过这些修法，我们自己有一点点修心方面的这个成就的话呢那么这个成就会陪着我们从这一世到下一世，下一世到再下一世乃至成佛之间都是这样子的，这个才是最有意义所以呢，我们把这个4个家信、5个家信都是认认真真的修，然后修完了以后呢然后有几个选择那我们也可以修这个密法的这个大圆满和大受印然后同时如果我们就是修这个密法的大圆满大受印就是因为观定还有其他的原因，如果暂时机缘没有成熟的话呢，那我们之前讲过一个大摩祖师的这个佛心的这个大摩禅的一个修法修这个法也是非常非常好的，相当好的在这个4家信和5家信的基础上修这个那么这个是完全是效果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不管怎么样，我们无论如何就是把这个4家信和5家信的基础打好这个是学显宗也好学这个密宗也好都是相当的重要学汉传佛教也好，学这个藏传佛教也好除了这个后面的这个几个修法，比如说像金刚萨埵的修法还有就是这个满扎的修法，还有这个上师瑜伽的修法以外其他的这个修法这个汉传佛教也是需要的，这个大乘佛教显宗也是需要的，只不过就是修心的这个方法就是有一点点不一样而已，实际上这些都是需要出离心任何一个佛这个解脱道都需要，但没有4家信就很难修出这个出离心。然后菩提心呢，任何一个大乘佛教都需要这个菩提心，但是如果没有我们这个之前讲的这些真正的这些菩提心的非常具体的这个修法的话理论上大家知道要发菩提心菩提心多么多么的好多么的殊胜但是没有一个这样子的具体的这个修行的方法那菩提心要发出来也很难的也是特别难。包括皈依也是，皈依特别简单也是佛法最入门的基础的，但是如果这个皈依呢，也就是没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修行的方法的话呢，这也很难所以就是我们4家信和5家信当中呢，把这些全部的这个修法，把它就是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规范的
然后呢，很多就变成了量化啊，每一个都有一个数量啊，然后呢，每一个都有一个标准啊，我们自己也看得清清楚楚，我自己有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啊，我们自己也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所以这个都是特别有意义啊，就把这个四加行、五加行修完。四加行和五加行是我们这一生当中是终身的修法啊，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修了一个阶段就告一个段落啊，然后就不需要修了，然后我们就修更好的法，根本就不是这样子。我们可以修这个比较高深一点的这个法，但是呢，这个四加行和五加行呢这个永远都不能放弃永远都是要修的因为这个修得越好越多然后我们对后面的这些修法是越有帮助。然后我们假如我们这一生当中呢，就是没有这个缘分去修这个大圆满大受益很高深的法但是我觉得我们修了四加行和五加行，再加上这个前面讲的这个大摩祖师的这种大摩的这个禅定的这个实际上这个大摩禅定这个就是跟这个大受印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所以我就是说就是修了这个大摩的这个修法的话呢，就基本上如果自己加心修的话呢，好的话呢，这一生当中都有可能就会证悟的那如果是证悟了以后呢还是有一些这个再进一步的修的话，那还是密法里面呢，确实也有一些特别殊胜的一些法，尤其是中阴的法门这些东西呢，显宗里面呢真的是没有的所以呢，我们还得要进一步的去努力进一步的去努力。但是进一步的努力，那首先是要这个基础要打好呀，基础没有打好，进一步没办法进一步了所以这个大家要认真的修特别的重要那么这个修加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还要提醒大家，一方面呢，我们要认认真真的这个修加行，这个特别重要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工作也得要要好好的工作如果自己有条件不需要工作的话那我们大家不就是说工作就是为了生活吗？如果你生活不需要工作的话呢那就是你比如说就是有一部分的时间用来修心那当然是可以的。你这些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去工作但是如果我们的生活就必须要去工作那这样子的话呢那同时也要工作这个也不能放弃了除非你就出家了这是一个这个是我们经常都在提醒大家另外一个呢那就是除了工作以外生活当中也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呢就是觉得这个修行很重要那很多的时间呢都是认为是浪费时间也就不陪家里人然后呢只要有一点点时间就去这个修行这个当然从修行的角度来说这个当然是好但是呢因为我们毕竟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家庭那么我们也不能说就是为了我的这个修行这家庭不管那这也不行所以呢我们把时间合理的安排合理的安排。实际上这个时间就是因为这个一方面呢又要工作呀有一方面呢也要陪家里的人呢一方面又要修行，没有太多的时间，但是没有办法就只能就这样子了所以呢也要有一段时间，有一部分的时间呢也要安排就是陪家里的人，父母也好亲人也好孩子也好，就家里的人也要陪伴家里人我们学佛这个就对家人特别的这个不耐烦特别的这个冷漠这样子的话呢也不行那这样子和家里的人呢越来越反对越来越产生各种各样的烦恼那也不行所以呢大家把这些就要这个合理的安排既要好好的修心同时也要工作同时也要好好的生活那这些都是要合理的去安排
只能这样子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呢我们现在就是只有自己好好修心在网络上我要提醒一下就声明一下，在网络上我们大家要注意因为国家就是有这个新的这个网络管理的这个方法这个我们大家都是知道，我们大家也就学习了。那么这样子以后呢，有了这个新的政策以后，就是有新的要求所以大家就是不要以这个比如说以我的名义或者是以这个慧灯之光这样子的名义就是这个比如说网络上就是这个比如说像禅修班或者是读书会以这样子的方式就是组织就是很多很多的人组织很多的人，然后就是大规模的这个传播就是这些内容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现在是这个不允许的所以呢我们自己好好的这个修行自己文思修行网络上就是大家要注意不要这样子还有尤其是比如说我们微信上面呢建各种各样的群然后呢就是群里面就传播这些呢也是现在也是这个不允许的，所以呢这个大家要注意那不允许的话呢大家也不能这么做要注意那么我们自己就是好好的文思修行打坐那么这个是我觉得就是特别重要这个方面呢大家一定要这个注意然后呢我们平时这个修法呢我们也就是这个时间上呢还是这个就是跟之前是一样一天就是1个小时一天1个小时，然后自己如果是有时间的话那当然2个小时3个小时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一天就是就1个小时如果时间就不要，我前几天也就给提醒大家了时间不要增长增长了以后呢有些需要上班的人就是可能是就不方便所以呢我们自己呢有时间可以多一点，但是呢就是一般的情况下我还是这个觉得一天1个小时这个比较合适然后呢我们比如说周末的时候那节假日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就是如果有时间的话那就是就增加一点时间来修那这个是没问题的这样子也是挺好的。然后这个上师瑜伽的这个修法呢我们就是一天1个小时然后就是差不多的时候呢然后就是会有这个其他的比如说像这个破瓦的修法还有这个剩下的这个修法到时候呢就大家可以学习那在这个之前呢大家认真的学习修心这样子。好，今天我们的这个修法呢就讲完了也就是整个的这个无家性的私家性的这个私家性和无家性的这个最核心的这个部分就是就讲完了那希望大家就是认真的修心。好，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子，还有几分钟的10多分钟的时间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呢我们可以提问题。上次课的时候，上师提到创巴仁波切说他圆寂以后，弟子祈请他就像真的到跟前一样，但实际上他并没有来。我想问上师在世的时候，他会和我们有交流和互动，就算不在跟前，距离不是问题。那么上师圆寂后，我们祈祷的话，上师会知道吗？还是说其实没有交流了，只是一种像自动应答？这个要看这个上师的境界如果是上师是佛那他肯定知道的。还有就是比如说1地以上的这个菩萨，那肯定是知道，绝对是没问题了还有呢修行特别好的上师呢，他们也会知道的然后如果是上师境界不是很高的话呢，那我们祈祷了
就不一定知道但是这个知道不知道不是很重要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虽然不知道，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加持我们同样就可以得到。我们说成就者圆寂以后回归法界了，法王如意宝说他不会转世，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和大家在一起。那他是以什么方式呢？他又说他圆寂以后会到西方极乐世界，这是方便说呢，还是说如果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真的能看到他或者是其他大成就者呢？这个不是方便的说法，就是真是要这个去西方极乐世界，然后呢，去了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呢，不同的形式是什么意思呢？不同的形式呢，因为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人呢，那当然就是他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化身佛的化身，各种各样的化身就出现在我们的眼前那这个叫做不同的形式跟我们在一起是这样子。但是呢，法王如意宝这个说法呢，它本身就是它真的是这个本来就是佛的化身但是呢，就这个佛的化身就是也有一个交代这个就是说我们以后呢这个化身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它就是给弟子们的一个交代实际上呢就是一个佛的化身从报身里面出来了，那出来了以后呢，终生的福报到了一定的时候呢，又融入到又回归到这个报身当中就这么一个过程。我们说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可以马上化身千百度化众生，其实这是不耽误时间的，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吗？对，如果是正常的这个往生的话是这样子。比如说有些往生呢，他就是在莲花当中就是这个虽然听得到佛的声音，但是见不到佛就是因为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娑婆世界念佛的时候呢，他就是心里有一点点疑问，到底能不能够往生呢？就是这种人就是有一个这么一段时间了。那这个当中呢，这个时候呢，他还没有达到这个一地菩萨的境界所以呢，他这个时候还不能度那么多的众生但是如果是正常的这个投生的话呢，那就投生的时候就已经是见到阿弥陀佛的时候，就当下就证悟了，就达到了这个一地菩萨的境界所以他当时就可以度众生，有这个能力。我们说菩萨也是众生，那佛的化身和菩萨的化身是不是有很大的差别呢？有，当然有了，各方面都有差别。虽然都叫做化身但是不一样的。从显现上来说，菩萨还有轮回，还有心相续。那佛的化身，它有心相续吗？佛的化身没有心，佛的化身的心相续就是佛的智慧，这个时候已经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心阿赖耶识这些都不是，是本质上的不一样但是这个用词上面呢，有些时候呢，佛的智慧也叫做心也叫做心但是实际上本质不一样。如果一个菩萨的化身圆寂和一位佛的化身圆寂，他们有什么差别呢？菩萨的化身圆寂了以后呢，菩萨还要进一步的要修心他要进一步的这个修心，所以呢，还没有成佛之前呢，都叫做众生他也就是众生的一部分。佛的化身圆寂了以后呢，那真正的这个，比如说他从这个报身当中出现了那就回归了报身仅此而已。那他这个化身去哪里了？没有什么去，他也没有什么相续菩萨就有相续了，菩萨还要进一步的去修心呢。曾经有两位大德互相攻击，因为教义的见解不同，后来其中一位大德融入到另外一位大德的心间，弟子们对此很困惑，因为追随的弟子也毁谤过对方。请问上师如何理解这种现象？对于难以理解的观点，上师之间的争论是为了引发后人深入的思考吗？
这个就是不知道他说的是哪一个上师啊？就是以前有一个这样子的说法，就是因为他们上师就是因为有2个成就者啊，藏传佛教里面有2个成就者，然后2个成就者呢，就是他们在的时候呢，彼此都是不认可的啊，有些时候呢，在当中呀，就当很多人的面前也会批评的，但是这个呢，就是实际上就是为了遣除一些对方的一些这个事业上的障碍就是所以这样子批评啊。那后来呢，这个其中一个人圆寂了以后呢，那另外的还没有圆寂这个上师呢，显得更加的年轻，更加的这个气色更加的好。简单说啊，那这个就很多人就是问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说啊，这实际上我们是一个人的，那实际上我们一个人的2个化身，那么他现在圆寂了以后呢，那他的能量啊，就回归到我这里，所以呢，我就显得更加的更加的年轻更加的庄严，就是他说的可能是这个意思啊。那他们呢，就是为了他不是真正的诽谤，就是他们的相互之间的这个批评就是为了遣除对方的这个事业上的度化弘法利生的事业的障碍就是这样子。就有一个这样子，这个可能他说的应该是这个吧。用于关心的是莫那什吗？为什么？用于关心的是莫那什吗？关心呢？关心的是莫那什吗？关心的是意识，第6意识。他说：“为什么莫那什一方面让自己执着，而另一方面却可以关心呢？”不是莫那什，不是莫那什。这个是量子理论之父马克思·普朗克，他曾经在1944年说过一段话：所有物质都是有一种力量孕育并维系着它们的存在。我们必须假设这个力量的背后存在着一个意识和一个具有智能的心智，这个心智就是所有物质的母体。他用这些话描述了一个宇宙能量场，它们连接着被创造出来的一切，我称之为无量之网。然后他还感觉这与佛法描述的如来藏的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是也有差别。这是他在1944年的话。不知道现在量子物理的发展又有什么样的新的进步？我想请问堪布，如果不向内探寻，只向外研究，用科学的方式，有一天能发现如来藏的存在吗？这个不可能的。这个跟如来藏还是有10万8千里的差别。那是量子力学，比如说到现在技术上还有些方面呢，虽然是有很多的进步，但是呢，它的这个整体的它的这些观点呢，还是这些这个30年代40年代那个时候就出现了特别优秀的这个物理学家他们讲的确实是非常的好，但是呢，他们呢还没有突破，还没有真正的突破，也可以说还没有完全突破这个物质的层面这个物质层面呢，他们就是在物质层面上面呢，确实可以说就是出现了一个缺口在这个里面呢，就出现了意识的这个作用这个都是有的，但是呢但是这个物质的层面也没有完全的突破，所以呢，如来藏还很远当然也有一些相似的地方，这个相似呢，还是跟这个唯识的一些这层面唯识呀、中观一些比较不是很深的这些层面上，确实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他们自己也说有相似的地方。对，有一个当时有一个特别这个优秀的一个量子物理学家，有人也问他，那你这个观点不就是跟这个东方的这个有些宗教里面讲的不就一样吗？是支持你知不知道你这个观点在支持东方的一些这个宗教呢？他也说了，这个有可能是这样子。对，好，没有问题的，感恩上师。
好的，我们现在大家回想，我们把这个四加性和五加性全部讲完了。那么这样子以后呢，大家好好的这个回想这个功德这个功德呢，我们回向给天下所有的众生以我们的这个功德来能让所有的众生就是离苦得乐健康长寿最后呢都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或者是能够这个成佛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自己的父母亲人在世的不在世的就是都可以做一些这个特别的这个回向好，我们现在大家来做回向。Sonam doi tamcha zubanya tomne nipe dana banshe Yirga nanche walon zhubai Zhibim zolin zhuwa zhuwa sho Oma ahom ban zang ge ba ma se de hong Oma ahom ban zang ge ba ma se de hong Oma ahom ban zang ge ba ma se de hong